你见过最恐怖的海底发现是什么？你是否也曾幻想过，当一名海洋寻宝猎人、深海潜水员，需要进行特别的培训才能够达到标准？这种工作和行为无疑是非常危险，但又十分有趣的，因为他们每次进入海洋深处的时候，都不知道水下会有什么惊奇的事物在等待着自己。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他们会发现惊人的宝藏，但也可能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包括深海异形怪物和某种奇怪的不明飞行物。这些东西的神秘程度，很可能是普通人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从史上最值钱的沉船宝藏，再到2000年前的古老计算机，带来了水下最惊人的10个发现。第10名，奥斯本轮胎暗礁。去过海边游玩的人应该知道，珊瑚礁可谓是海底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人造暗礁。40年前，美国的工业就已经相当发达了，所以当时美国生产了大量的汽车，最终也产生了非常多的废弃轮胎。而这么多的废弃轮胎要怎么处理呢？当时的美国人想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把200多万只轮胎全部丢进海里，而且他们还很天真的认为，这样就可以让海底的珊瑚礁长在轮胎之上，从而也可以形成海底美丽的风景。既环保还处理了废弃轮胎，简直就是双赢。但是50年过去后，所产生的后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海底不仅没有形成美丽的珊瑚礁景观，而且原来长在海底的珊瑚礁也都死光了。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片海域的鱼类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原来随着废弃轮胎在海底长时间的沉淀，它们慢慢的竟然分解出了大量的有毒物质，从而给这片海域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不仅对于海底的生命而言，就连生活在海边的居民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于是美国不得不耗费大量资金，来把这些轮胎给重新打捞出来。第9名，恐怖的海底雕塑。很多人都非常向往海洋世界，他们认为海底风景十分不错，所以想要来海底一探究竟。有一个科研团队在探索海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他们在海底发现了一些酷似人形，但却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雕塑。在刚开始看到这些雕塑的时候，这个团队以为他们全部都是真实的人，看起来十分的可怕。后来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位英国艺术家的作品而已。这位艺术家当初创造这个作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呼吁大家保护海洋环境。他觉得如果人们再不行动，就会像这些海洋雕塑一样，永远看不到灿烂的太阳。由于长时间处在海底的原因，这些雕塑的身上装满了海底的垃圾。虽然这位艺术家的出发点十分不错，但人们在看完这些雕塑以后，还是觉得有一点可怕。其实大家完全可以做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去保护海洋的环境，说不定会比这位艺术家的效果更好。第8名，德瓦卡古城。人类神话传说中的天神，有没有可能是一些人见过的外星人呢？在印度梵文神话中，有一则关于2个天神之间的战斗，就发生在印度北部城市德瓦卡。然而在2001年，海洋科学家真的在印度西海岸120英尺的水下发现了这座古城。该城现在是印度研究的最深的水下遗址之一，大量的石块结构散布在广阔的地区，其中遗址城墙建筑和神话故事里描述的基本一致。在这里，很多古建筑外观都有车轮一样的轮廓，窗户上很多刻有人脸，整体外观有的形似飞船，有的酷似战车。这些古印度建筑是不是仿照他们见过的事物造出来的？还是说他们仅仅靠凭空想象，就可以把在他们之后才出现的一些东西
雕刻得栩栩如生。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一现象。考古学家们唯一确定的是，德瓦卡是印度古代西海岸最繁忙的交易中心之一，以及可能来自中世纪历史和中世纪末期，而且这座城市在被淹没之前就已存在。第7名，深海异形。人们在波罗的海发现了一个沉没还抵达500年之久的木质怪物。这个木质物有狮子一样的耳朵和鳄鱼一样的嘴巴，大约重300公斤。当潜水员第一次在海底发现该木质物时，他们将其露出的牙齿当成了狗的牙齿，险些认为这是某种刚刚死去的异形生物。潜水员还在它附近找到了一艘名为 Grip Shandon 的战船，当时是属于丹麦国王约翰的他，在从哥本哈根前往瑞典东海岸卡尔马的途中，由于起火而沉入海底。沉船时间为1495年。在经过仔细辨认后，潜水员小心地将它从沉船 Grip Shandon 的遗骸中打捞出来。具体的打捞地点为瑞典南部的隆勒比海岸。一位海洋考古学教授称，它是15世纪丹麦军舰船上的装饰物。这个怪物上次出现的时候，达芬奇和哥伦布还活着，而将它设计得如此凶猛，是为了吓唬敌人。它因此也被安装在船头。第6名，印度亚当桥。作为世界4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这个国家的神秘色彩一直都是非常浓厚的，而如今真实存在的亚当桥，更是让这层宗教传说的面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亚当桥并不是一座桥，而是一片位于印度东南端，连接印度半岛与斯里兰卡岛之间。浅滩上的珊瑚礁群从高空俯瞰，这里恰似一座海上的天然桥梁，外形也十分美观。亚当桥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罗摩桥，而罗摩是印度宗教中一位被崇拜的神灵。相传很久很久以前，罗摩神的妻子被恶魔绑架到了斯里兰卡岛，救妻心切的他召集一群猴子，在一夜之间搭建起了这座海上桥梁。救回妻子后，罗摩神也将这座桥留在了人间。在地质学家看来，亚当桥的形成主要有2个可能，其中最被认可的是亚当桥是当初斯里兰卡从印度大陆分裂出来的时候自然形成的，另一种则是地面在板块的不断挤压下逐渐上升后形成了亚当桥。第5名，400年前的沉船。2018年9月，一艘400年前的沉船在葡萄牙海岸被发现，被誉为葡萄牙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现。该沉船在葡萄牙大西洋沿岸的塔霍河口疏浚时被发现，沉船地点位于水面以下约12米处，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考古负责人表示，这艘沉船中还发现了瓷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国万历皇帝时期。从遗产的角度来看，在葡萄牙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现。潜水员在沉船的残骸中还发现了胡椒，以及一些刻有葡萄牙文章和会议图案的青铜制大炮。这种图案在今天的葡萄牙国旗上仍能看到。此外，这艘沉船还装载了一些贝壳，这些贝壳曾作为支付手段，用于非洲一些地区早期的奴隶贸易。这些发现透露了很多关于卡斯卡伊斯的海洋历史及身份的信息，至少可以说明在400年前，葡萄牙是一个连接欧亚非和南美洲的贸易及殖民中心。第4名，最古老的沉船。考古学家在黑海底部发现了一艘完好无损的船只，并通过探测定它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年，这意味着它在水下沉睡了2400年。这艘长23米的船被认为是古希腊的贸易船，它被发现时为该还立着1/4的橡胶还在。由于黑海缺乏氧气，它一直保存得很好。
就连水手们在甲板上吃的鱼骨头，也被完好无损地发现了。这一发现是黑海考古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国际机构牵头进行，历时1年，旨在探索和理解黑海如何改变和影响人类文明。参与该项目的巴特瓦洛·傅博士说，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发现，它是独一无二的。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发现的船只只在古希腊陶器上发现过，比如大英博物馆的海洋花瓶上展示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奥德修斯，他被绑在一艘船的桅杆上，海妖们用甜美的歌声试图把水手们引诱到岩石上。考古学家表示，这是人类已知的最古老且完整的沉船，它将改变人们对古代造船和航海的理解。第3名最值钱的沉船，哥伦比亚北部城市卡塔赫纳沿海寻获一艘300年前沉没的西班牙帆船，圣何塞号里面载满价值连城的珠宝，外界预估有高达170亿美元，约合1088亿元人民币。这艘西班牙帆船圣荷西号载运西班牙在南美殖民地所搜刮的黄金、白银宝石和珠宝，不料才刚离开卡塔赫纳，在1708年6月被英国战舰击沉。许多人认为，沉船上至少有200吨黄金、白银、翡翠，这将是人类史上发现价值最高的宝藏。哥伦比亚计划在数年内打捞，但拒绝透露沉船确实位置和宝藏数量。这一发现也引来了许多国家的争夺。西班牙表示，这艘沉船当时打的是西班牙帝国的旗号，归西班牙所有，所以西班牙政府有权要回这艘船。美国寻宝公司海洋搜索舰队则声称，他们上世纪80年代初已发现圣何塞号的所在位置，李银芬的一份。还有众多拉美国家表示，船上当时载的是从拉美多国搜刮的财产宝藏，应由数国共同分享。哥伦比亚最终拒绝了所有的要求，认为残骸在其水域发现，属于该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意味着这批宝藏不能够变卖，而且还宣布将建立一座沉船博物馆，使其成为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地区和举世的骄傲。因为成本和技术原因，目前圣何塞号还没有被打捞上来。你们认为应该属于谁呢？第2名奇怪的不明飞行物，波罗的海似乎一直是海洋寻宝者的乐园。2001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名为 Ocean X 的探索团队，在这片海域探索沉船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巨大圆盘，这也引发了探索队员们的重视。这个圆盘直径60多米，高度有8米左右。一向平坦的海底突然间多出来一个庞然大物，很难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外形不是飞机，也不是沉船，它有着非常完美的弧线和光滑万分的表面，一看就不是自然形成的产物。探索团队本想靠近获取更多关于圆盘的信息，但随后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在靠近圆盘时，船上全部的探测设备都失灵了。他们把船开走，离开200米的时候又都恢复了，就好像有什么设备屏蔽仪器一样。但他们最终还是获取了一些岩石样本，结果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的铁钛和锰。这绝对不是自然生成的东西，而是一块造物。但是不是人造的就不好说了，因为它的生成年代大约为14万年前。那个时候的人类可能刚要走出非洲，很多人都认为那是飞碟，并且与星球大战里面的千年损耗非常的相像。而且最奇怪的是，圆盘后方还有足足4公里长的拖曳轨迹，轨迹尽头还有另一个圆盘，更像是什么飞行物从空中坠毁，然后在海底分为了2半。这一发现让许多人更加坚信圆盘是坠毁的。UFO 探索团队多次要求政府进行打捞，但是都被拒绝了，并且瑞典政府还派了一艘船来监督他们的日常活动。
那个圆盘现在还在波罗的海里面，等待着有一天人类揭开它神秘的面纱。第一名最古老的计算机，你一定不敢相信，人类早在2000年前就发明了计算机，而且它的先进程度超乎你的想象。1900年，希腊潜水员在安第希拉岛北边的水底发现了一艘古代的沉船，这艘沉船被打捞了上来，后来被证实它属于2000年前。在这艘沉船中，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青铜板，上面还有一些类似线圈的残余部分，而且还刻着不明的文字和铭文。经过考古学家小心翼翼的清洗之后，竟然发现这是一台机器。这个装置由超过30个可控制的铜制齿轮曲柄和刻度盘组成。当时的人们对其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但一直没有弄清它究竟有什么功能。100余年后，科学家终于在现代先进技术辅助下，揭开了它惊人的谜底。这座名为安提凯西拉装置的机器，竟然是一台2000年前的超级天文计算机。它的齿轮运动类似于一台可携带的太阳系演示仪，可以预报出恒星和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以及月食和日食。但是很多人认为，这台计算机的计算精度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么精巧熟练的技术，甚至在它制成后的1000年里也难以发明出来。但不幸的是，在这台古老的计算机发明之后，有关这类技术的知识，在被重新发现之前就已经丢失了。如果我们没有失去这些信息，人类现在的技术将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最惊人的10个发现，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我们下期再见。